赤血沙漠会不会拿2026最佳年度音乐？应该是没啥机会啦，除非今年没有什么后起之秀。这几天和朋友聊赤血沙漠的时候，得到这样一个问题，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音乐印象，我听不到游戏里的好声音好问题，我也想知道。很明显，我 PH Note 是一个对游戏音乐相当敏感的玩家，不然我也不会整天聊这些，是吧？我却意识到自己没有很常专注在赤血沙漠的音乐上。老实说，我作为一个大开放世界的 RPG， 赤血沙漠的音乐其实挺好的，这是它的主题曲。是吧？史诗、管弦，应有尽有，音质也不错，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我这么说吧，它做的太安全了。这游戏真的太长太丰富了哦，我玩200小时，主线才在第4章，地图也开不到1/3，我的天，真的是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聊读取画面曲就好。你是否在意过音乐？你是否注意过作品里的好声音？不好意思，新系列还没想好名称。我是笔记。我们上一期聊了《明日方舟周末地》的标题画面曲嘛，也提到不少关于标题画面曲主要的工作和重要内容，这边就不赘述了。有兴趣的可以去听听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2个元素：氛围塑造和简洁明了的旋律。你认为赤血沙漠有吗？说实在的，有啊，有，但就慢。这个慢在赤血沙漠内很致命又不致命。听起来很奇怪，跟这游戏目前评价很像，似乎2集的评价说的都对。我认为是这样的。为什么说它致命？2个原因，一个是玩家通常不会在标题画面停留太久，你必须第一时间就建立起一个 logo 印象，玩家才有地方去寄托情感嘛。赤血沙漠真的太久了啦。第2个原因则是赤血沙漠属于一个全新的 IP。我知道这是黑色沙漠系列作但不一样的玩法和不一样的受众。你不能期待玩家都接触过你以前的游戏。实际上，很多游戏在出一个不同玩法的游戏时，会采用新作写一个新的主题，中间偶尔飘过旧作主题的做法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获得最佳持续营运游戏的《绝地战兵2》。新旧结合，让新玩家有个令人期待的启程，也让旧玩家可以让情感接续过去的同时，有个全新的开始。赤血沙漠没有这样做，至少我是没听出来。大姐，你这样没声音，我不知道你想表达啥呢。好了，那不致命的原因，就是这后面还有一个读取画面曲。这首歌歌名叫做《Going to Pywell》，翻译过来就是走进派维尔。实际播放地点在你从游戏画面读取记录后，直到正式进入游戏前的整个读取过程。这就是为什么标题画面曲没有留下印象也不致命的原因，因为读取过程你没办法跳过，是不是？动不动就几10秒起跳，嘿，乖乖听。即使读取画面曲也是32秒左右才进入主旋律，也没在怕。这导致这首可能根本就不是官方定义为主题曲的曲目，反而成了玩家会印象深刻的曲子之一。
你还能自由选择聆听时间，你就不要装 SSD， 想听听个爽。一般来说，还真是没什么听说会有游戏帮读取画面做音乐的。这首还只是进游戏第一次读取才会出现的。Oh my god！ 赤血沙漠真的是特立独行啊！我也是第一次在游戏里看到跟 NPC 对话还要转到正面的。你各位耳朵收音都是指向性的是吧？那你们很适合当麦克风呢，跟路德维希一样。路德维希，路德维希吃饭。哦，这个更猛，同时处于可对话和不能对话的量子叠加态。总之，这首歌比起标题画面曲，成了不少玩家心目中代表赤血沙漠的音乐。讲真的，这样安排好像也不是没道理，因为这游戏读取进游戏真的太久了，把真正有吸引力的曲目放在这里是更好的安排。这也是设计上最大的亮点，它避开了标题画面曲会被玩家快速略过的问题，并且降低了读取画面时间长会对玩家带来的不适，同时能够呈现他们想呈现的慢步调史诗交响。听起来很美妙的设计是吧？但即使赤血沙漠已经罕见的替读取画面都专门写了一首歌，为什么我们似乎还是对这游戏的音乐没啥印象呢？直白的说，旋律是不错的，只是编曲上就比较大众一点了。实际上，这首主题曲在第一次的交响过后，接着的是这么一段独奏，听听看是否变得抓耳了。我个人是偏好这种的，以我个人喜好会希望再高个8度就是了。即便如此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我们来听听同类型游戏的主题曲《龙族交易》。再来听听另一个游戏经典的上古卷轴。不论是史诗还是宁静，你都能做到抓耳的啦。所以就这点来看，赤血沙漠虽然具备入围年度最佳音乐的底子，但这真的得看看今年后续作品如何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做的太安全了。不只是读取画面曲，游戏中其实有很多美好的音乐，只是确实缺少了一些吸引力。不过这可能是因为我只玩了200小啊！天哪，我真没想到我会觉得玩了200小时算前期内容哎。总之我会持续玩下去，如果后续还有什么有趣的音乐，我会拿出来聊聊。我对音乐的感受大概就是这样吧，但游戏面就有点复杂了。我超爱又超恨。如果你看到大家在吵这款游戏的评价，我只能说，不用想太多，都对。我不是在说你是对的那种放弃讨论的状况了，就真的都正确了。你没有必要硬去找一个评价的平衡点出来，你找不到的。好的很好，烂的很烂。我知道钱包掏出来买或不买只能选一个嘛，但赤血沙漠硬要找一个分数来评价就很难量化。这就是属于那种你跟世界首富平均一下资产，你也是亿万富翁的状况，懂我意思吧？我可以这样说吧，我宁可多来点像赤血沙漠这样的游戏，而不是再来一个流水线3A 大作。好游戏我们常常需要控制点自己的游玩速度，避免游戏太快结束。而赤血沙漠，我很久没有尽情体验想做的任何事情，200小时后回头发现我可能还玩不到1/3了。
但同时它又不可原谅。一堆人骂过了，我也不赘述了。这些问题严重到不够格让玩家给予宽容。有个任务要你驾马车跑超远的城镇贸易，光是看到距离我就想骂人了。这个过程遇到不知道啥问题，导致我整整重跑了3趟。我真的差点删游戏。撇除大家在骂的非常好引导不说 ，bug 也是一堆。你看这个鸡蛋采收任务，图片却是牛啊，这个不知道在争什么意思的。然后这个兄弟你还好吧？这款游戏大概率会入围今年最佳 RPG 吧。年度游戏的入围不敢说，它还有好几个强劲的对手等待着它呢。不跳票的话，最佳音乐应该就比较困难点了。不过今年的游戏似乎也没什么大的音乐制作。目前为止，我个人认为比较有特色的也就 Marathon 和人王3吧。但现在也才4月，还有得看。今天就聊到这边吧，接下来也会继续聊聊值得一听的游戏音乐。那我们下期原声带笔记再见。完了，他又是通缉犯，他不会这么远的地方的通缉犯也有送到那边吧？对啊，新奇域又有通缉犯，那我到时候到更新的区域、更远的地方，我也是要送到远的地方。对啊，好啊，这是好玩游戏，非常好玩到。